朋友，过去的1年你变强了吗？Gemini 3已经出来快2个月了，你的简历有没有多一笔？年终一总结，今年看了100个博主关于 AI 的1000个精彩玩法，但是你的生活有变得更精彩？博士级的全能 AI 助手围着你转，你的收入和空闲时间有变多吗？如果都没有，问题出在哪？咱不扯什么大环境啊。我最近在写 Gemini 的稿子，写到一半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掏心窝子聊一聊。隔3差5就颠覆世界、刷新认知、炸裂升级的 AI， 没有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，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这个题又该怎么解？我先道歉。坦白说，我们做博主的有一定责任。我们难得抽卡抽个还行的案例就做视频吹半天，场景局限、成本缺点是啥都不说。Gemini 3一出来，都是第一时间去 X 上面搜一些国外网友分享的看起来很酷炫的案例，然后凑到一块跟你说连夜爆肝、深度测评 Gemini 3的20个精彩玩法都在这儿了。然后你就发现那些吹得很牛的神器，怎么出道即巅峰，一上手就崩呢？说实话，目前就这么个生态，免费做视频吹海外 F4，收费接商单说国内 AI 好，就像免费做 iPhone 和特斯拉的视频，然后收费接国内手机和汽车的商单，都是一样的套路。好在国内 AI 还是很争气的。那抛开吹泡泡的成分 ，AI 毋庸置疑是有价值的。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默认 AI 翻译是最准的，纹身图也很多人在用。好，那你自己琢磨一下。AI 到底能对你产生多大的价值？你不用纠结到底是哪个 AI， 你就统称为新的革命性生产力工具吧。它能对你产生多大的价值？你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？自己想，别问 AI。那我提供一个思考角度，就是你用了 AI 之后，你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时间有没有变多？你用了 AI 之后，社会有需要的产品和内容有没有变多或者变好？这是我的思考逻辑，很简单也很好理解。在任何一点上有突破和提升，你用 AI 都算产生价值。比如说你用 Gemini 1个小时完成了4个小时的工作，节省了3个小时，但是领导又额外给你安排了3个小时的杂活，你一个顶俩，但工资1分没涨 ，AI 对你就没啥价值。你用 AI 生图生成了一张图片，贴在了评论区，收获了几个赞，但这不是社会需要的内容 ，AI 对你也没价值，仅仅是自娱自乐。我让 Gemini 每天定时给我推送我关注领域的信息简报，我就不用浪费时间去刷视频，那我可支配的时间就多了。我用省下来的时间去更新了这条视频，然后发到 YouTube 上面，收获了播放的广告分成，那我收入也变多了。我也认为这是社会需要的内容，所以 Gemini 就为我创造了价值。你可以用 AI 省下的时间研究 Combi UI 的工作流搭建，做实用的浏览器插件，做 AI 玩具硬件，做 AI 漫剧等等都可以。这些都是社会需要的产品或者内容，你就会有收益。但是恶搞科比整花活不是，你的岗位和 AI 碰撞，你的能力和 AI 能力融合，一定能搞出点名堂。但这是你的课题，需要你自己去研究。这个时候就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$20，有人觉得很浪费就一直白嫖，有人觉得很划算就一直订阅。更简单点价值判断就是用 AI 省下的时间对应它的时薪，比订阅费高那就果断用，然后把省下来的时间投入到社会有需要的产品或者内容上面去，那产品内容变现就能带来更多的收入，然后买更强的 AI 省下更多的时间，然后做更多更好的产品和内容，这样的话这2个飞轮就转起来了。而且国内外很多 AI 产品是免费的，或者说是有免费额度的，这个就是飞轮的初始推动力。比如说你做 PPT 找图片，10分钟未必能找到满意的，极梦2分钟生成一张4K 高清图只要1毛钱，你的8分钟不值1毛钱吗？有些人就说我不想为了偶尔的低频需求去持续的付费订阅，感觉不划算。那这就引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相 ，AI 正在加剧时间贫富差距，就是富人更富，盲人更忙。这也没辙啊，时薪高的人就是觉得划算。好在新技术的诞生肯定都会有结构性的机会，不差钱的人他未必就用得好啊。高效执行4原则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精彩的洞察，执行力真正的敌人是日常事务，仅仅是保持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就需要耗费你大量的精力，怎么在日常事务的包围下去用好 AI 产生价值，这又是你自己的课题，更涉及时间管理，核心就是你省下的时间不能又被琐碎的事情抢回去了。如果你问我打工人怎么赢，排第1的答案是少刷抖音。AI 好不容易帮你省下了时间，你没有交给新的琐碎，但是转头都给了短视频，这还是白瞎了。我们就变成被2大 AI 算法无尽拉扯的肉鸡，生产力 AI 让你更卖力，注意力 AI 让你更沉迷，永无出头之日。时间花在哪，成果就在哪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咱们可以忙，但是不能穷忙。你必须用抖音 app 扫描2维码，你才能登录极梦 AI，我就很不喜欢。你觉得呢？希望对你有启发。谢谢你的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